小米15 Ultra 对比14 Ultra 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但是它居然也有退步的地方。本期的看点如下啊，结合下方的进度条，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在视频回复里，很多网友都在催更小米15 Ultra 的评测。不过我们也和大家一样啊，也得买到小米15 Ultra 之后啊才能做节目。在这方面呢，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的。下面要感谢的就是在视频回复里边投稿摄影作品的朋友，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去拍摄身边的美好，去参与到摄影中来。接下来要感谢的就是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么本期摄影环节就看看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虽然器材分好坏，但是摄影是不论器材的，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希望大家也能像前面这些网友一样，多多出去走走，拍摄您眼中看到的美好。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下面就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都是4颗镜头，都有主摄跟超广角，但是15 Ultra 的中焦呢变成了3倍，长焦变成了4.3倍，但它是2.1像素的4.3倍啊，也是这次的升级重点。14 Ultra 的中焦是3.2倍，长焦是5倍。看过之前14 Ultra 评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它的这颗3.2倍镜头的解析力呢很一般，希望这回15 Ultra 上的3倍镜头的表现能超过老的3.2倍。现在是15 Ultra 的拍摄界面，0.6倍是超广角，1倍是主摄，3倍中焦，4.3倍是长焦，中间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点击1倍和4.3倍能显示当前的焦段，也能切换出其他的小的数码变焦焦段。但是点击其他的焦段按钮呢就没有这个功能了，也不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显示出焦段呢，就所有按钮都能显示出来，不管它能不能切换小的数码变焦选项。现在是有的按钮能显示等效焦段，有的按钮不能，看着稍微有些别扭。拍摄模式的子菜单这回也有了变化啊，在拍摄界面上滑就能显示出其他的拍摄模式了，但是这回没有夜景模式了。夜景模式呢已经融入到了正常拍摄模式里的类似于自动夜景的功能。这次还新加入了街拍模式，这个模式的取景啊是模拟旁轴相机取景器里的观景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成像的范围是白框里的范围啊，不是整个取景的范围。因为旁轴相机的取景呢是不能变焦的，它只能在拧上不同镜头的时候用机械的形式标注一下真正的取景范围啊，就是这个白框的范围。这个白框里边呢就是真正照片的取景范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它现在选择的28、35、50、75、90、135这几个焦段，全都是徕卡相机镜头的焦段啊。对于它小米15 Ultra 来说，没有一个是光学焦段，全都是数码变焦。现在就是小米14 Ultra 的拍摄界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0.5倍超广角，1倍主摄，3.2倍中焦，5倍长焦，其中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下面咱们就好好对比两台手机了啊，这回先从它们的成像色彩开始说起。现在是15 Ultra 两种大色彩模式，徕卡生动、徕卡经典的成像风格对比，你们更喜欢哪种色彩模式呢？虽然说默认的色彩模式是徕卡生动，但是它的街拍模式的默认色彩呢是徕卡经典。还有就是画幅比例是不一样的，街拍模式的画幅比例呢是3:2的，默认模式呢是4:3的。
但是街拍模式的3:2可不是说变宽了啊，而是把上下给裁掉了。有人说，明显街拍模式拍的范围更窄啊，你怎么说是把上下裁掉了？因为街拍模式最广的是28焦段呀，默认模式是24焦段呀。现在是15 Ultra 跟14 Ultra 默认状态下都是徕卡生动的成像风格表现，这个色彩的差别可有点大呀。那同时徕卡经典它们的色彩差别也是很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表现呢？这点我倒觉得小米跟徕卡学的挺像的，因为徕卡的相机啊，别说换型号换代了，就是同一款相机升级版固件，它的颜色风格都会变啊。那么这点呢，小米学的挺像。你们也不用问我哪边更接近真实环境啊，我们 ZPH 是不会聊这种业余的话题的。你们看视频下方有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摄影作品传上来，你们看这些真正拿着设备去摄影的朋友，可没有一个聊什么色彩真实不真实的。而那些在追问、在讨论色彩真实性的朋友，却没有照片可发。下面我们聊主摄，两边的参数差不多，就是15 Ultra 这边呢少了一个14 Ultra 的可变光圈功能。看第一组实拍对比，这回颜色倒是挺接近的啊，不过仔细看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但是没关系啊，这点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得看解析力。两边的光学解析力差不多啊，锐化什么的也都很相近，但是注意看预闪跟高点两个字，15 Ultra 这边尾色更少。再看一组对比，14 Ultra 这边的色彩呢稍微艳丽一些啊，看天空就能看出来。那么解析力方面呢，两边依旧是非常相近，但是仔细的看呢，我感觉15 Ultra 的成像画质稍微好一点点。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15 Ultra 的表现更好一些啊。虽然说14 Ultra 已经非常优秀了，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15 Ultra 的光学质量更好。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高清模式下，也是15 Ultra 的表现稍微强一点点。再说超广角镜头，15 Ultra 相比14 Ultra 来说呢，感光器变小了，光圈变小了，焦段呢变窄了，也就是视角变窄了，像素倒是没有变化。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风格还算接近，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15 Ultra 拍不到的范围。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那这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因为15 Ultra 的视角比14 Ultra 更窄，它拍摄出来的物体呢会比14 Ultra 更大。那理论上来说呢，应该解析力看着更好一些，可是解析力并没有什么变化。再看一组对比，解析力方面，视角更窄的15 Ultra 并没有比14 Ultra 强多少啊。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15 Ultra 也没有比14 Ultra 强。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那么超广角的边角画质把控呢，是视角越广，光圈越大，边角画质是越难把控的。那么15 Ultra 它的视角又窄，光圈又小，但是它的边角画质相对于14 Ultra 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提升。从这方面就能看出问题了。15 Ultra 在超广角上成本是省下来了。两边的超广角也都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解析力方面呢，就不用细抠了啊，两边也是差不多。再看中长焦的表现，中焦这块15 Ultra 是3倍，14 Ultra 是3.2倍。那之前14 Ultra 的3.2倍呢，它的解析力很一般，希望这次15 Ultra 的3倍表现啊能有所提升。那长焦15 Ultra 是4.3倍的2.1像素长焦镜头，14 Ultra 是5倍的5000万像素长焦镜头。这次的长焦呢也是15 Ultra 的升级重点，希望它的4.3倍2.1像素长焦镜头的表现不会让大家失望。对比呢，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也都是他们主摄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15 Ultra 跟14 Ultra 比呢，可以说是只强不弱。重点对比来了，15 Ultra 的新的3倍镜头和14 Ultra 老的3.2倍镜头比怎么样呢？解析力方面确实提升了啊，而且提升的还挺明显，这点还是很好的。两边中焦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15 Ultra 的新的3倍镜头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比14 Ultra 的3.2倍是强的。又一个重点对比来了，15 Ultra 新的4.3倍镜头在默认模式下跟14 Ultra 的5倍比会怎么样呢？解析力方面可以说是只强不弱，但可惜的就是没强多少。当然了，这是默认状态。那15 Ultra 4.3倍打开2.1像素之后，对比14 Ultra 5倍的50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提升了不少了。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都是他们的长焦头的数码变焦啊。解析力方面也是15 Ultra 的稍微强一点。现在是30倍超长数码变焦的对比，解析力方面也是15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
那看来15 Ultra 这回的新长焦的表现确实比14 Ultra 要强，希望它夜景的表现也是如此。但是会这样吗？咱们夜景环节再说。再说微距的表现，微距的对比呢放在了中长焦镜头的后边，是因为这两台手机都有长焦微距严格的来说呢，它们都是用中焦镜头拍的，15 Ultra 呢是用3倍拍的，14 Ultra 呢是用3.2倍镜头拍的。那么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的效果呢都还不错，两边的对比呢也在伯仲之间。再说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从成像上看，两边的风格差距还是挺大的。15 Ultra 这边人物看着更亮堂，14 Ultra 那边呢看着更沉稳。但是美颜磨皮方面，两边是很接近的。整体的人物在好看方面，在精致方面，在帅气方面呢，两边也都差不多。虽然说一边亮一边暗，但是我觉得他们拍的都非常不错。那至于哪边更好呢？那就因人而异了。你们觉得哪边的前摄效果更好呢？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两边在防抖清晰度上做的都非常不错，颜色风格方面呢稍微有一些差别，但是这回呢我感觉是15 Ultra 的肤色更好看一些，相比之下更红润点儿。14 Ultra 那边呢看着有些黄，但是这两台手机的前摄录像表现都属于很好的。再说人像的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这项对比呢，是我发现15 Ultra 明显不如14 Ultra 的地方，也就是它退步的地方。第一个场景，15 Ultra 的人像表现跟14 Ultra 比呢，差距比较明显。他们用的都是默认的大师人像模式拍的，但是15 Ultra 那边无论是肤色呀、背景啊，还是反正整体的一切吧，看起来就是没有14 Ultra 那边拍的精美，拍的好看。换了一个场景，也是换了一个光照角度之后，15 Ultra 的表现呢就还算正常了。但是我感觉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喜欢14 Ultra 的效果，因为15 Ultra 在这个场景之下，虽然看起来比刚才强很多了，但是依旧也不能说比14 Ultra 强，对吧？那至于这个场景，15 Ultra 的表现呢，也不是说有多糟糕，只是没有14 Ultra 的精美。而且这种情况呢，也是软件的问题。我相信随着系统升级，小米也不会对这个问题坐视不理的。直出宽度的测试呢，这两台手机的主摄跟超广角在大光比场景、徕卡经典模式、徕卡生动模式我们都测试了。那么很多场景，如果你仔细分析呢，它们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用那么的仔细，因为它们的表现都算是很好的。直出宽度环节看的是亮部要亮得上去，亮上去的同时呢，比如说云层啊，还有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啊，这些都要清晰可见，细节要呈现出来。暗部呢要能按得下来，按下来的同时呢，还要保留细节，也不能发虚，也不能偏色。在这方面呢，小米14 Ultra 在之前的测试的时候，徕卡生动模式暗部有的时候会偏色。终于到了一个高难度场景的时候，14 Ultra 徕卡生动模式、徕卡经典模式的暗部都偏色了，但是15 Ultra 的表现还是很理想的，暗部可以按得下来，按下来的同时还能保留细节。那么在直出宽容度环节呢，15 Ultra 的表现还是要比14 Ultra 强的。再说夜景的对比，在前面几个城市灯光环境的测试场景中，两台手机的表现呢都还不错啊。这几个场景呢，说是难度稍微低一些，但是它们也是有强光、有阴影的。两台手机的表现呢都不用担心，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可以胜任这些场景。但是到了更难的场景，注意看主摄亮部24小时那灯牌里边的小字儿“小时”那两个字儿，15 Ultra 的表现是比14 Ultra 强的。超广角的表现呢，两边差不多。那么到了更暗的环境呢，15 Ultra 的超广角表现可就不及14 Ultra 了。换一个更暗的场景啊，这个场景就已经非常暗了，在直出的情况下，也是超广角的表现，15 Ultra 不如14 Ultra。那看来15 Ultra 的这台超广角呢，视角变窄了，光圈变小了，夜景呢也退步了，它是不如14 Ultra 的。那下面是中长焦的表现，在城市夜景环节呢，无论是2倍数码变焦、3倍的中焦、4倍跟5倍对比的长焦，还有10倍的数码变焦，两台手机呢都能胜任这些场景。不用细分析啊，细分析肯定会有差别，但是它们的表现呢都还不错。下面咱们挑一些有难度的场景，看看这回15 Ultra 新的2.1像素 4.3 倍的表现怎么样。比如说这个场景，咱们只看暗部啊，就是灯光不太能照到的地方，4.3 倍的表现确实比老的5倍更好，细节呈现的更多。那么来到更暗的场景，15 Ultra 上的2.1像素的 4.3 倍镜头确实比老的14 Ultra 上的5倍效果更好，细节呈现的更多。但是真的会是这样吗？
这个场景可还没到极暗环境呢，咱们后边再看啊。那么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两边倒是差不多。来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15 Ultra 的夜景模式呢，已经融合在了自动夜景里了。那么第一个祖传神树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细节呈现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14 Ultra 的细节呈现更好。健身器场景主摄的表现，颜色方面14 Ultra 的更好一些。细节呈现嘛，两边倒是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也是14 Ultra 的稍强。树林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如果细分析的话呢，其实14 Ultra 的可能在细节呈现方面会比15 Ultra 更强哦，但是两边的差距呢非常微弱。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依然是14 Ultra 的更好。不过主摄的对比到了祖传神树 Pro 这个最难的场景，细节呈现方面就看出来了啊，还是14 Ultra 的表现更好。那下面就是极暗环境长焦的夜景对比了啊，不用放大就已经看出来了吧？14 Ultra 的细节呈现是更清楚的，因为15 Ultra 那边它居然是数码变焦，它是用主摄来代替 4.3 倍镜头拍摄夜景的，你说它能有细节吗？到了极暗环境，它不会调用长焦来拍摄夜景。换一个极暗场景也是如此，只要到了极暗环境15 Ultra 就不会用长焦镜头来拍摄夜景模式了，它会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代替，细节呈现跟14 Ultra 比差很多。除非在相机的设置里把自适应镜头的长焦自适应关闭，这个时候到了极暗环境下15 Ultra 才会启用长焦镜头来拍摄。但是我们的测试都是以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为测试基准的，14 Ultra 人家也开了长焦自适应，怎么到了夜景的时候人家就能调用长焦镜头呢？所以这还是软件的问题。那如果强制开启15 Ultra 的长焦来拍摄夜景的话，它的细节呈现确实会有提升，跟14 Ultra 那边比呢差不多了，但是它不会超过14 Ultra 的表现。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最接近抖音和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都没有问题。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视角是14 Ultra 的更广，两边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也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啊，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清晰度防抖都没问题，但是颜色方面我喜欢14 Ultra 的，你们更喜欢哪边呢？现在15 Ultra 是3倍，14 Ultra 是3.2倍，清晰度防抖两边依旧都很好，颜色嘛我还是喜欢14 Ultra 的，你们呢？现在15 Ultra 是 4.3 倍，14 Ultra 是5倍，同样的清晰度防抖两边都没问题，差别依旧是在颜色上。有人喜欢15 Ultra 的颜色吗？现在是15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这回解析力方面，也就是清晰度方面，还有颜色方面，都是15 Ultra 的表现更好了。15 Ultra 录像最远是30倍的数码变焦，14 Ultra 最远只有到15倍。现在看到的就是它们在焦段方面的不同。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对比，亮度方面好像15 Ultra 更强一些啊，但是细节呈现、暗部细节呈现两边都是差不多的。最关键的是15 Ultra 的鬼影控制比14 Ultra 要好。那么夜晚超广角的录像表现跟前面测试也是一样的啊，细节呈现14 Ultra 的更优秀。现在15 Ultra 是3倍，14 Ultra 是3.2倍，清晰度、鬼影控制方面都是15 Ultra 的表现更好。现在15 Ultra 是 4.3 倍，14 Ultra 是5倍，清晰度、解析力和鬼影控制方面都是15 Ultra 的表现更好。现在两边都是15倍的数码变焦，你还别说，在夜晚长焦录像这块，15 Ultra 的表现还是比14 Ultra 要强的。15 Ultra 相比14 Ultra 的进步啊，肯定是更多的，但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是退步的地方。超广角为了节约成本，肯定是退步了，人像退步了，夜景长焦的表现也不像宣传的那么猛，它最起码不会比14 Ultra 的强。与自动夜景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夜景模式，也导致主摄没有14 Ultra 在极暗环境的表现好。好在后三项呢，有一部分原因呢是软件原因，希望后期 OTA 升级的时候，小米能改进一下。那么工业设计方面，大家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这次15 Ultra 的双拼配色呀，我感觉还不错啊。喜欢15 Ultra 的打1，喜欢14 Ultra 的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